听说这崔大将军通敌叛国，再过一刻就要押去刑场处决了。我倒听旁人说，这事儿没表面看上去这么简单。嘘，皇家朝堂的事儿，咱们老百姓可别乱嚼舌根，免得惹祸上身。皇上，民妇求您开开恩，让我见贵妃娘娘一面，求皇上成全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在皇宫大门前杵闹喧哗，成何体统？奴才遵旨，启禀皇上，冷宫里那位也已经控制住了，静候皇上发落。等今日将崔氏一族尽数处置完毕，明日朕便亲自送他下地狱。崔家这座压在朕头顶多年的大山，今日总算要彻底铲除了。真以为你还是贵妃呢？老实点！楚勋，你不得好死！利用我崔家兵权财力登基，却过河拆桥，灭我满门！崔念安，你崔家还在时，朕有多憋屈，你知道吗？哼，放心，马上你就能去见你那死去的爹娘了。好的很。同归于尽，共分！来人，皇上被刺杀了！爹娘，安儿来陪你。来，快坐下。这钗子歪了，别动，娘给你正一个。我这是重生了，楚勋，我来索你的命了！我家安儿是天下一等一的姑娘，算那楚勋小子有福气，能娶你为后。娘，我不嫁。安儿，怎么临出嫁还闹小孩子脾气？你爹爹都跟圣上请恩典了，等你入宫后，爹娘都可常去看你，绝不会让我的心肝宝贝受半点委屈的。娘，楚勋他根本不是良人。夫人，小姐，福公公来了。安儿定是封后圣旨下来了，走，咱去准备一下。崔小姐，还不赶紧跪下接旨？放肆！圣上的谕旨，你竟然敢站着接！崔小姐好大的胆子！你家圣上在乾隆之时亲口答应过，说我无需对他下跪行礼。别说是一道圣旨，就算楚勋本人站在这里，我也不跪。你竟敢直呼陛下名讳！你要念旨就念，不念就滚。崔府是你这种狗奴才来摆谱的地方吗？好，小德子圣旨拿来，咱家这就宣读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有崔氏念安，出自名门，姓资敏慧，今特册封为贵妃，赐居清华宫，钦此。什么？贵妃？陛下敢如此折辱我的女儿！王大娘子，凭你刚才这句话，咱家便可以治你个大不敬之罪。陛下说了，念崔家有从龙之功，所以才特意赐下这贵妃之位。若是寻常女子，哪有这等天大的福分？福分吗？况且今日圣上命我前来，一是宣读此事，二是拿回封后大典的吉符。那吉符是皇后的规格，崔小姐如今只封了贵妃，再留着便是僭越。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。当初国库告急，我崔家为了不让陛下为难，用我王家的银钱，请江南最好的绣娘用金线一针一线织成的。凤冠上的宝石点翠，全是从我自家库房里寻来的孤品。你家陛下是要拿我女儿倒贴的嫁衣去哄哪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？陛下已封了陆家的陆婉柔姑娘为后，择日便举行封后大典。陆家？京城哪个陆家？
娘，别想了，一个7品县令的庶女罢了，祖上3代连京城的城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，前几日才被调来京城。就凭她，我崔家备的嫁衣，她一个7品小官的庶女也配穿？你家陛下也不怕这凤冠太重，直接压断了那贱婢的脖子？放肆！你们这些深宅妇女，竟敢如此诋毁陛下和当朝皇后！这道圣旨，你们今日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，还不赶紧呈上来！陛下说了，这是册封贵妃的吉服，到时候咱家接崔姑娘入宫时就穿这一身，可千万别忘了尊卑体统。劳烦公公回禀陛下，这吉服怕是和崔家的风水相称，刚进门就自己练了。看来我与这贵妃之位实在是没有缘分。你竟敢毁坏御赐之物！反了，真是反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取正厅架子上那套丰厚吉服，拿了咱们就走。我看今天谁敢碰我崔家的东西！那就请公公回禀陛下，就说崔家看管不力，以至于吉服和凤冠尽数被毁，还请陛下恕罪，另寻他法，叫那陆家自己去凑嫁妆吧。滚！当年母亲嫁给爹爹时，连天地都不曾跪过，可前世她却为了求楚寻放过我，在宫门外跪了整整3日。娘，安儿，娘知道你心里难过，我可怜的孩子，你受苦了。这天底下比楚寻好的男儿多的是，你爹和娘定会重新为你挑一位绝世佳婿，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，排场绝不输给那陆什么柔。娘知道你满心眼都是他，可如今看来，他实在不是个良人。喜欢，现在的我只想啖其肉，饮其血。娘，那凤冠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，金线、红宝石全都没了。前段时间我看上了一匹西域来的汗血宝马，向你要银钱买，你死活不肯，非说要给我攒嫁妆。结果你刚才砸出去的银子，起码能把那汗血宝马买上5遍了。哎，那不是一激动忍不住上头了吗？好好好，娘回头给你买。而且你看看，这金线到时候还能绞下来做别的衣服。凤冠虽然砸扁了，但这些宝石和点翠取下来，还能打新首饰，不亏，绝对不亏。娘亲英明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这江南第一首富的名头是谁打下来的。家小儿实在欺人太甚，过河拆桥，我们崔家绝对不能咽下这口恶气。等你爹爹下朝回来，我必定要与他好好商量个对策。怎么等了这么久？往常这个时辰早该回来了。快，派个人去宫门外打听打听，看老爷是不是被什么正事绊住了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大小姐，不好了！老奴托其他相熟的下人打听过了，今天的早朝早就结束了，老爷根本没出宫门啊！早朝结束了，那老爷人呢？为何还没回府？夫人，听相熟的下人说，陛下在早朝时突然当众宣布要立那陆婉柔为皇后。不仅如此，陛下还特意指派将军去做封后大典的册封使。楚寻这狗皇帝，不仅悔婚降妻，还要我爹亲自去册封那个外室女为后，简直欺人太甚。是啊，将军脾气刚烈，哪里受得了这种屈辱？当场就在金銮殿上和陛下激烈的争吵了起来。散朝之后，其他官员都退下了，陛下发了怒，直接把将军扣留在了殿内，不准他出宫。什么？来人，快给我换上1品诰命夫人的大礼服，备车，我要立刻进宫面圣。娘，不可冲动。安儿，你爹现在被扣在深宫里，生死未卜，伴君如伴虎，那个忘恩负义的楚寻，指不定会用什么卑劣手段折磨你爹，我怎么能不急？娘，你听我说，爹爹手里握着西北50万铁骑的兵权，楚寻这皇位还没坐热，他绝对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要了爹爹的命。他扣下爹爹，无非是想给咱们一个下马威，逼咱们低头认罪。
你现在若是进宫去闹，刚好给了他治咱们崔家大不敬和藐视皇权罪名的把柄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难道就在这府里干等着，任由你爹在宫里受辱？受辱？楚寻以为他当了皇帝就能为所欲为，既然他不要脸面，那咱们也无需再顾及君臣之礼。娘，咱们家有钱，爹手里有兵，这大梁的江山有一半是我们崔家打下来的。既然他楚寻不仁，就别怪我们不义。抗什么旨？依我看，直接造反。皇帝他有几个师，敢动我崔家，我要他用这大梁江山来陪葬。安儿，隔墙有耳，现在当务之急是等你父亲回来。管家，你带几个丫鬟去把正院收拾干净，金线珍珠收回库房。老爷那边再派人去打听，有任何消息立刻报来。是夫人。娘亲心中此刻最是难熬，每次爹爹上战场，她都不顾劝阻，一定要随军。你是不是瞎不知道躲吗？夫人别哭，一点都不疼，真是小伤。什么小伤？哪怕是破层皮也是大伤。郎中呢？快拿最好的药膏来包扎。娘，爹吉人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我们在院子里等他。安儿，娘今天抗旨不是一时冲动，娘是主母，此刻代表的是崔家的态度，是整个将军府的态度。没错，若我今天低头了，便是崔家低头。夫人，小姐，天渐黑了，回屋等吧。不回，就在这儿站着。管家伯伯，您去准备些热汤热水，爹一回来就能喝上。老奴这就去。我回来了！哎呦，我的一大一小两祖宗，怎么在外面傻站着？多累！你还知道冷？死在宫里，别回来算了。爹，您终于回来了，陛下没有为难您吧？他敢为难我，我可是镇北侯。走走走，进屋渴死我了。你给我站住！转过去！哎呀，夫人真没事儿，就是刚才下马的时候不小心挂了一下。转过去！这是谁打的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？我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，什么伤没受过，早习惯了。什么小伤？打在别人身上那是死活不论，打在你身上的都是大伤，要我半条命的大伤！不哭不哭，这不好好的吗？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是不是楚寻那个混账玩意儿打的？他若是敢动你，我现在就去拿刀劈了那把龙椅！夫人息怒，其实吧，陛下把我留在宫内是叫来了新后陆婉柔，还有他的父兄，说是想劝我做册封使去宣旨。楚寻这是故意恶心人，让我们崔家亲手把那将妻为妃的屈辱圣旨接下。对呀，我一听就火大了。陛下，臣就纳闷了，这册封使是多大的光荣啊？为啥不让陆大人自己当？难道是皇后娘娘嫌弃自己亲爹官太小，嫌贫爱富不认亲爹了？还是说这陆家宅门深似海，另有密室？皇后娘娘的生父其实另有其人啊！你血口喷人！陛下，不好了！崔家大小姐她抗旨不遵，不仅拒接圣旨，还把贵妃吉服剪烂了。王大娘子更是直接砸了凤冠。反了！崔家要造反吗？乱臣贼子，教训你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打老子！陛下，臣礼尚往来，还他一鞭，不过分。我估摸着他起码断了3根肋骨，那孙子当场就起不来腰，给我结结实实磕了个大头，我是一点都没亏。爹娘，咱们先别管那陆程断了几根肋骨，这才是刚刚开始。咱们和陆家的仇算是结下了。不足为惧，那陆婉柔还没当上皇后就敢摆这么大的谱，这陆家一副完蛋相。安儿，你怎么想？楚寻此人性格极度扭曲，他骨子里自卑，所以一旦掌权便忘恩负义。他睚眦必报。今日爹爹在御书房打伤了他的新贵国舅，我在这边又撕了圣旨，他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但他绝对不敢在这个时候动我们，因为他不敢让我这个崔家女儿嫁给旁人，更不会容许西北的50万兵权和江南首富的钱条子落到别人的手里。
安儿的意思是，他还会来硬的。他会软硬皆施，甚至不惜耍尽卑劣手段，只为宣我入宫。他想用婚姻困住我，进而吞并我们崔家的一切。爹娘，女儿今日在此立誓，宁死也绝不嫁楚寻。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当初瞎了眼就不应该听信他的鬼话，被他那副可怜相给骗了。管他什么狗屁圣旨，安儿你放心，娘绝对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去嫁给他。想占我们家的便宜，做他的春秋大梦。哼！以后他楚寻别想从老娘我这里拿到哪怕1分钱的银子，整个大梁皇室的开销我全断了，让他去找国库，去找户部吧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王家的金山银山填窟窿，户部那群肥猪们怎么和他们的皇帝主子哭穷。姓楚的敢！若他真敢不要脸再传什么狗屁圣旨，我崔家今天还就抗旨了。不仅我抗旨，连带着整个西北50万铁骑一起抗。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，惹急了老子，大不了这官不当了。作为镇北侯崔家和江南首富王家的独女，爹娘自然对我的秉性抱有极高的期望。他们此刻都想知道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我到底是随了我娘在商场上的精明狡诈，还是随了我爹在战场上的豪爽狠辣。抗什么旨，断什么粮，这算什么？要干就干条大的，造反啊！直接反了！他楚寻算个什么东西？会用无道！咱们直接招兵买马，打进京城！皇帝他有几个师？安儿，娘的乖宝贝。娘知道你今日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被楚寻那畜生给气糊涂了，咱们不生气了啊！安儿啊，爹平时教你的是做人要有骨气，咱们打太监可以，骂皇帝也可以，甚至是抗旨，咱们崔家手握重兵，也不是没这个胆子。但是真反不行，造反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是要背上千古骂名，让天下百姓陷入战火的。爹是戍边的大将军，刀刃只能向着外敌，绝不能指向大梁的江山呐。前世他们没有反，换来的是狡兔死，走狗成，是满门抄斩，血流成河。好，我们不反。吓死老娘了！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，比什么都强。不反可以，那我嫁人。你说什么？乖女儿，你想通了，可是你要嫁给谁？这满京城的世家公子，有哪个配得上我王家的宝贝？将军、夫人、小姐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天塌下来了不成？陛下来了！楚寻来的比我想的还要快，前世的今日，他根本没有踏进崔府半步。念安，你还在闹脾气？朕真心待你，从未真想过要负你。封你为妃只是权宜之计，你要体谅朕的难处。朕刚刚登基，朝堂根基未稳，各方势力盘荆错节，你可知道？若朕此时立你为后，崔家在西北的50万兵权，加上王家富可敌国的江南钱脉，这两样加在一起，会被朝中多少双眼睛死死盯住。外蔡权势过剩，自古以来便是大忌。于朕的江山不利于你们崔家，也未必是好事。朕这么做，全是为了保护你。好一个为了保护我，把自私淡敌说得如此清新羞俗。楚寻，你这副虚伪的嘴脸，我前世怎么就没看清呢？至于婉柔，她出自朕生母那一族，这些年她在宫中跟着朕，受尽了冷落与白眼。族里的那些老顽固，对后位一直有着无法割舍的执念。朕先给她一个皇后的名分，不过是安抚旧族，也是为了堵住朝堂上那些言官的嘴。念安，名分不过是虚的，朕的心意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呸！既要又要，什么不要脸的贱！念安，你再给朕一点时间，等朕彻底坐稳这江山，清除了所有的障碍，总有一日，朕定会堂堂正正迎你入宫，与你共天下。这话我前世也听过，一模一样的表情，只可前世我信了，江山下下满门抄斩，这辈子我连标点富豪都不会再信第二次。念安，你从小最懂朕，朕如今刚刚登基，朝堂局势动荡不稳，朕绝不能在这个时候任性。你一向识大体，定能体谅朕的苦衷，对不对？陛下妄言了。既然陛下心中有陆姑娘，觉得她受了委屈，那就该敢做敢当，
喜欢便是喜欢，想立他为后便立，何必拿什么朝局不稳、陆氏族人、安抚旧族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在这里绕来绕去？崔念安，你非要这样同朕说话吗？这是在和你推心置腹。推心置腹，臣女只觉得恶心。臣女只是觉得情爱之事最忌讳强求。陛下既已寻得所爱，非陆美女不可，那臣女自然也该识趣，早早腾出位置，免得碍了陛下的眼。崔念安，你这是在赌气！陛下错了，臣女没有赌气。正好，臣女的心里也有了旁人。谁呀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臣女已有心上人。你一定是在骗朕！你从小就跟在朕身后，满心满眼都是朕，怎么可能突然有了旁人？你绝对是在赌气！是谁？谢无咎。殿下真是天资聪明，这治国之道，殿下真是一点即通啊！皇子殿下请回吧。无咎殿下昨日受了风寒，病了一场，陛下正亲自守着呢。谢无咎在亲自便是烈士弟子，就算太医断言他活不过25岁，谢王临死前也要费尽心思为他铺平道路，该处刑为谢，归入谢氏一族，护他周全。谢无咎，你居然敢提谢无咎！我知道楚寻小时候最恨的人便是谢无咎，他少年时点点滴滴的嫉妒，因为这些都是曾经那个年少不得日的楚寻亲口向我倾诉的。如今我要用他曾经的软弱，化作最锋利的刀。念安，谢无咎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全天下都知道。他病体沉疴，走2步路都要喘3喘。太医早就断言他时日无多，你为了同朕置气，竟然拿一个短命鬼当挡箭牌，未免太过荒唐可笑。时日无多怎么了？起码他长得好看，且不用3宫6院啊。再说了，嫁给陛下，也不见得能长命100岁吧。好，崔念安，你当真要这样羞辱朕？陛下真的误会了，臣女绝无羞辱之意，臣女是在真心实意的祝福陛下，愿陛下与陆姑娘百年好合，同时也请陛下高抬贵手，祝福臣女。好得很，崔念安，你会后悔的，总有一天你会跪着求朕。上辈子已经后悔够了，这辈子绝不重蹈覆辙。你刚才嘀咕什么？我说，臣女恭送陛下。谢无节，心上人。安儿，你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同那个病秧子有了私情的？爹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？没有，绝对没有私情，连面都没见过几次。没私情，你敢拿他顶缸？你就不怕皇上查？爹娘，我真的只是随口说出来气楚寻的，谁让他小时候最嫉妒谢无倦呢？我就是拿他当个挡箭牌罢了。唉，女大不中留啊，咱们安儿有自己的心事了呀。娘，我真没有。冲冠一怒为红颜呀！有他爹我当年的气概，不愧是老子的种。侯爷说的是。爹娘，你们把我锁在房间里一整天，到底想干嘛？给你挑嫁妆啊！既然你当众宣布了谢无咎是你的人，那排场绝不能输给皇家。来，安儿，你仔细给老刘描述一下谢小王爷的病情，咳血咳得厉害不厉害？脸色是不是发青？走路喘不喘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娘，我发誓，我同谢无咎真的没有任何私情，今天纯属权宜之计。我不信，那你为何偏偏说他？我京城这么多适婚郎儿，有文法嘴然的新科状元，有武艺高强的世家公子，你偏偏点名说是他谢无咎。等一下，我记起来了，你上个月参加的娇娇赏花宴，谢无咎也去过。对，去年你急逼礼，谢无咎也派人来送过贺礼，虽然只是一幅字画，但那是绝品呐。
原来你们俩早就暗度陈仓了，好一出瞒天过海。这俩人的脑洞不去写话本真是屈才了。爹娘，你们别猜了，我说他单纯是因为我知道楚寻最讨厌他。楚寻生性多疑又极度自卑，最忌惮的就是先帝嫡子谢无咎。我扯这个借口，就是为了狠狠戳楚寻的肺管子。好像也有点道理。再说了，谢无咎身边连个贴身丫鬟都没有，府里清静的像个和尚庙，说不准他根本就不喜欢姑娘。安儿，你的意思是这可如何是好？老子的女婿不喜欢女人，哪个邓徒子竟敢来我崔家停墙角，活腻歪了！谢小王爷，狼艳独绝，事无其二。京都贵女的这句戏言，倒也不全是虚夸。谢王爷，翻墙来找我们家安儿，还说没有私情，这绝对是苦命鸳鸯本冤啦！王爷，突然造访，不知有何贵干？你同我家安儿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王爷，听说你的身子一直不太好。爹，你别拐弯抹角了。我爹其实就想问你，你这身子骨还能活几天？安儿，哪有第一次当着人家面问人家什么时候没的？不过，确实也该问清楚，王爷，您这身子骨到底能不能撑到同我家安儿成亲？崔将军、王大娘子，请二位放心，为了念安，我会尽全力养好这副身子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好小子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快走，别打扰人家小年签联络感情。我喜欢女孩子，我喜欢姑娘。王爷喜不喜欢姑娘与我何干？翻墙就是为了来表清白的。你和陛下说要驾驭我一事，如今整个京都已经传遍了。崔姑娘这一手真是绝了。是我让人传的，我就是要满城风雨，好让楚寻没脸面再虐我为妃。他最要面子，我就把他的面子踩在脚底下。不过，王爷如果真的命短，倒确实与我是良配。你若早死，我便能名正言顺的做个寡妇，再不用受皇权摆布。可惜，看王爷今日翻墙的身手，怕是还有好几年可熬。那崔姑娘的运气可真是极好。传闻不假，我确实髌骨之怜，命不久矣。看来这具破败的身子实在合姑娘你的心意。楚寻和谢无咎就是两个不一样的疯子，一对笑面虎，谁也别想轻易咬死谁。闲话少叙，我今日冒险前来是有正事相告。说，楚寻已经急了，宫中今日已经秘密派人去查你们王家商铺的账目，而且明日早朝，御史台将会联名弹劾崔将军，罪名是拥兵自重。他楚寻的皇位都是我爹打下来的，现在想过河拆桥。言尽于此，崔姑娘早做准备，无戒告辞。楚寻，你的动作比我想象的更快，但你以为崔家还是前世那个任你宰割的羔羊吗？侯爷、夫人，宫里又来圣旨了，还有禁军。圣旨到，崔氏念安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崔氏念安昨日当众毁坏贵妃吉服，私会宗亲，德行有亏，命尔3日后入宫向皇后赔罪，再行册封，钦此。皇后，封后大典还没办，陆婉柔那个贱人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受了这个称谓了。楚寻还真是护着他。大胆，竟敢直呼陛下和皇后名讳，还不赶紧接旨谢恩！滚！你抗旨不遵！来人，看谁敢动我女儿一根汗毛！楚寻这是借题发挥，谢无咎的情报没错。
大事不好了！今早御史台联名弹劾侯爷拥兵自重，有镇主之嫌。还有户部刚才派了人强行闯进了咱们钱庄查账，说拨给封后大典的银钱去向不明，怀疑被咱们参没了。好一个借题发挥，楚寻，你是要把崔家连根拔底啊！娘的狗屁！老子在前线拼死拼活，他们竟然反咬一口说我贪墨，欺人太甚！查账，好啊，查得好极了。我倒要看看他们户部那帮犯洞能查出什么花来。先前楚寻刚登基的时候，国库空的连耗子都能饿死，是谁拿出真金白银借给他们修缮宫门？是谁拿钱赏赐百官，稳固朝局？是谁掏腰包安抚禁军？是他们皇家吗？不是，是我王家的钱袋子。夫人，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绝不能咽下这口恶气。咽气，咽气。我王玉莲的字典里就没有忍气吞声这4个字。去，立刻打开王家库房，把宫里这么多年削欠咱们的借条全给我翻出来。是，夫人。翻出来之后呢？找京城最好的印坊，连夜给我抄10份不够就抄100份、1000份，给我贴满京城的大街小巷，茶楼丢1份，酒色丢1份，尤其是御史台和户部的大门口，给我拿浆糊死死的糊在他们脸上。娘，这招釜底抽薪绝了！楚寻和陆婉柔不是要办风风光的封后大典吗？不是要面子吗？那我们就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，这堂堂大梁的皇室，究竟是一副怎样欠钱不还、忘恩负义的丑恶罪脸。夫人，这些全都是陆家卖官误端的罪证。可是，咱们如果直接把这些东西丢在御史台门口，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太体面？不体面。去库房取一匹最鲜亮的红绸来，仔仔细细的包好，务必让人大老远就能瞧见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，保准让满朝文武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小姐，谢王府派人送来了一盒上好的金疮药，药给将军，盒给姑娘。若有人查问，便说本王病重，送错。安儿，如何？楚寻昨夜召唤暗卫，命人死死盯紧我们崔府和谢王府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让御史台准备第2轮弹劾，想彻底把我们崔家钉死在抗旨欺君的罪名上。这个小肚鸡肠的昏君，老子在前线为他卖命，他却在背后捅刀子。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咱们不义。去催一催红绸的事儿，明日一早，我就要让这把火烧遍京城。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大砸商铺，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？我妹妹马上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了，在京城，本国就是王法。皇后娘娘封后在即，要借你们铺子里几匹云锦做连账，那是看得起你们。区区一个低贱的商户，也配同皇后娘娘谈字据？崔念安不过是个被陛下厌弃的贵妃，你们王家若是识相，就该主动把大把的银子送进宫去孝敬。将来惹怒了陛下，我让你们全家充军流放。夫人。就是这样，那陆城实在太嚣张了，不仅抢走了最贵的3匹云锦，还把咱们铺子砸了个稀巴烂。掌柜的伤重吗？大夫看过了，断了2根肋骨，得在床上躺个小半年才能下地。传我的话，给掌柜发3倍的月金，全心养伤。另外，在城东挑一处地段好的宅子，赏给他，算作王家给他的安抚伙计，绝不亏待忠心办事的王家。老奴替掌柜的谢过夫人，只是陆家那边。咱们难道就这么忍气吞声了？忍气吞声？我王家做生意这么多年，字典里就没有这4个字。立刻派人去京兆尹吴府报官。京兆尹那个软骨头敢管国舅爷的事吗？我现在就点齐亲兵，去把陆城那个小兔小子的腿给打断！你这莽夫脑子什么时候能转个弯？你去打，那是崔家仗着兵权私斗，是欺君罔上。我们报官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着，那就是皇后娘家正式欺人，强抢民女资产。我要让楚寻在天下人面前。里子面子全丢得干干净。夫人，我这就去办。不，先找人把陆城和陆家干的好事宣传出去，先收点利息。是，夫人。诸位看官，您猜怎么着？那新后还没行大典呢，娘家兄长倒是先学会了拆铺子，可不是嘛？听说国库穷得叮当响，宫里连采买的银子都拨不出，居然要白拿商户的云锦。呸！什么国舅爷？咱们西北大将军在边关守了半辈子，满身伤痕，还挨了皇帝的鞭子，就该狠狠治这陆家的罪。皇上，今早外面都传遍了，皇后母家四处敛财，陆城强抢商铺，陆大人收礼卖官。封后大典择日再议，现在给朕把这些人的嘴堵上！该死的崔家！老管家，劳烦您再通报一声，
皇上那边催得紧，只求王夫人能借个10万两救急。银子自没有。我家夫人说了，谁要是敢在陛下面前多提王家一句，这账册的抄本明日就会摆在天下读书人的案头。王大娘子说，王家是商户，不敢违抗陛下，只是先前银钱都用在崔小姐的封后吉服上了。如今陛下临时改立他人，实在周转不开。一个周转不开，王家这是在打朕的脸！傅全，你去给朕把崔念安喊进宫来。哎呦，我的崔小姐，奴才给您请安了。福公公行此大礼，念安可受不起，有话直说。我家陛下和您自幼相识，那情分可是深厚的很呐，连奴才们都知道，陛下对您是情深意重，绝无二心。你可千万不能受了外人的蒙蔽，伤了陛下的心呀！还请小姐这就随奴才入宫，和陛下一叙，解开这误会吧。外人？公公口中的这个外人指的是谁？自然是谢王爷呀。这就奇了，我和谢小王爷两情相悦，他怎么能算外人？反倒是你家陛下，我和他不过是君臣之分，何谈情深意重？小姐，您这话要是传到陛下耳朵里，陛下若要谈国事，宣召我爹爹入朝便是。我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与他有什么好叙的？送客。前脚关公的狗腿子刚走，后脚你这个病秧子就来了。我的人在宫门外看到福全出宫，猜到要召你入宫，我不放心，所以来陪你入宫。那你可来晚了。好极了，既然你不去，那本王今日就是专门来陪你不去的。北敌异动，边境3处风速同时起焰，西北军节节败退，副将连发3封急报，请大将军即刻回应。800里加急的战报，怎会先送到王爷手里？因为你们的陛下压着不发，他忌惮崔家，宁可边关失守，也不愿让大将军重掌兵权。楚寻他竟敢拿边关百姓的命去玩他那肮脏的帝王心术！爹爹一生戎马，绝不会坐视不管，他今日必会死谏。爹，朝上如何？陛下可准您回应？陛下不准。有人进言说边关主帅不可久离，陛下将他当堂杖死了。安儿，你觉得我崔家世代功勋，靠的吊镜是什么？爹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我崔家历代公守的是天下苍生，是西北数万百姓的活路，绝不是他楚寻一个人。夫人，安儿，收拾行装。将军，陛下有旨，请崔小姐即刻入宫。上辈子崔家被查差时，也有这么多人。放我出去！我不认罪，我要见皇上！我崔家绝不会反！可惜，现在不是上辈子。崔小姐，圣意不可违，请速速入宫，莫让末将难做。你们的陛下不顾承诺，立陆婉柔为后，此为不忠。扣押我父亲在京都，不许主帅回西北守边，弃西北百姓生死于不顾，此为不义。崔小姐，慎言。慎言？我倒要问问你，今日你若开弓，射的是叛臣，还是回营守边的西北大将军？你拦的不是我崔家，是西北边关数万百姓的活路。边关若失，北敌铁骑塔进大梁，你敢不敢站出来对天下人说，是你奉旨拦下了主帅？爹娘，走！去哪儿？去西北！王爷，陛下命您闭门静养，您这是要造反吗？崔姑娘，按照你信中的吩咐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只需一路北行，无人敢挡。管家，把账册装进马板暗盒，所有银票贴身带好，留下几个老骨头死守府门，其余人跟着主家上马回疆。将军不能走！你们可以拦，
但今日崔家若被拦在京中，西北若失，白沙关若破，日后会史书上写的第一，而你们也会遗臭万年。侯爷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弟兄们快顶不住了呀！擂鼓，全军随我出击！西北军粮草和药物即将见底，我要写急奏，请罪擅自离境，求陛下开辟公道，加急运输物资。侯爷，京城来旨了，陛下停了我们所有的粮草。陛下还命各地官员将未随军的将领妻儿家眷全部请入县衙，实则监禁。皇帝不给钱，老娘自己出。这几处都是我王家最赚钱的产业，收上来的银钱足够几个月的粮草。我王家的钱财从百姓身上来，用到百姓身上去。爹，这上面写了什么？怎您的脸色如此难看？写了我西北军的粮草路线，还有换防时辰，甚至还有黑水坡的军队部署。这是宫里给北狄首领的密信，他竟把底牌全投给了敌人。大将军，您的意思是说，除了那位陛下，谁能有这等只手遮天的手段？连皇家暗计都用上了，为了夺回兵权，竟敢把军情卿亲手交给北狄。崔将军，谢上子送来情报，陛下不顾兵部和老臣的死命反对，命国舅带进军出城，准备与北狄会合，前后夹击西北军。将士们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，他身为大梁的一国之君，竟然通敌叛国。他想让我们死，想让整个西北军覆灭在这里，好彻底掌控朝局。请大将军示下，末将等愿死战。报，北狄根本没按约进攻黑水坡，他们拿了陆程送去的雨图，避开了我军主力，直扑京都而去了。声东击西，陆程带去的那点禁军，完全被北狄当成了引路犬，用完就丢。北狄想要的从来都是大梁的京城，楚寻这个蠢货自作聪明，竟真的引狼入室。上知道，朕北侯接旨，命西北军速速拔营，回援京城，不得有误。侯爷，你快接旨啊！京城快守不住了。陛下引寇祸国，不配为君。你要抗旨？西北三军听令，当废昏君，除奸佞。废昏君，除奸佞。杀！这才是大梁真正的脊梁，这才是值得我崔家豁出生命去守护的天下。崔念安，朕给过你们机会，崔家若不降，便是乱臣宰子。往后史书留名，你们必定遗臭万年，你们会被千秋万代唾骂。你口口声声说给崔家机会，我倒要问问，我崔家给过你多少机会？你忘恩负义，立陆婉柔为后，我们没有反。你纵容外戚，辱我崔家，我们没有反；你忌惮忠良，不许我爹回西北守边，我们还是没有反。可你断我边军粮草，扣押将领家眷，丧心病狂地把军情泄露给北狄首领。你让陆家人以外敌入关，拿整个大梁江山，拿无数黎民百姓的命，去给你那可怜的摇摇欲坠的皇权陪葬。楚勋，到今日北狄兵临京都，是谁救了这座城？是你这个躲在宫里的废物，还是我西北50万铁骑？一派胡言！来人，放箭，给朕射死这个妖女！今日不是崔家求皇帝开恩，是天下向失德之君讨债。讨债！讨债！楚寻，你伤功臣，扣边将，断粮草，纵容外戚，又私通北狄，引狼入室，害得京都险些沦陷。今日西北军秦王救京，清君侧，诛陆氏，废失德之君。放箭！朕命你们放箭！一群没用的废物！崔念安，
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你想过我爹娘惨死，你想过我崔家满门覆灭，你只是没想过，今日要死的是你。你会剑术？那年秋猎，你连弓都拉不满，成绩不过是中不溜秋。我曾经以为那柄短刃，你应该会更欢喜于他送你。小心！崔念安，你居然选了这个病秧子，他是个短命鬼，他活不长的，他根本护不住你。楚轩，我做过一个梦，梦里面我满心欢喜的嫁你为妃，换来的却是崔家满门抄斩，那其实不是一个梦，对吗？朕传位于宁王谢无咎，钦点崔家独女。大哥，搞没搞错？我是想要造反。他体弱多病，名正言顺的将政事全盘托付于我。真是长了一副好皮囊。他不仅是个好皇帝，还是个极好的父亲，日日陪着我们的女儿，把她宠上了天。父皇，大夫今日讲了志怪小说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仙吗？有的。父皇曾经做过一个极其漫长、极其痛苦的梦。那个梦里，父皇是一缕孤魂，看着你母后受尽苦打，却碰不到她，救不了她。所以我求皇天厚土，十方神灵，满天神佛，许你母后一世宠爱。原来命运早已将我们相连。